一键抓取数据，个人图库空间，多维度搜索图片 ，AI 智能扩图，团队共享图库，多人实时协同编辑 ，DDD 领域驱动架构设计。我把这样一个功能全面、技术亮点嘎多的项目开源了。这是我刚花了2个月的时间，从零开始，手把手带大家完成的新项目——智能协同云图库平台。这个项目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可作为公开素材网站、个人相册，甚至是企业素材库等等。那我做了50个小时的视频教程，15万字的文字教程，80多条简历写法，70多个面试题解，干货十足。无论是作为冲击大厂的简历项目，还是提升个人能力的实战项目，还是想快速完成毕业设计，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视频中，我会手把手带大家把这个项目快速部署上线。因为代码是完全开源的嘛，大家都可以学习，把它变成自己的项目，这难道不值得一个3连吗？好了，下面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的第一步是完成服务器的初始化。那你可以在任何一家云服务商去拗一台服务器。那我这里是选择了一台2和2G 的轻量应用服务器啊，2和2G 就足够了。建议大家给这个服务器去安装一个应用模板。什么是应用模板呢？就是给你内置了很多开箱即用的软件，像我比较推荐的是安装宝塔 Linux 面板。这个面板可以帮你一键安装各种各样的软件部署啊、监控啊、数据库啊、Java 啊等等的开发环境和依赖，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运维部署的效率。首先拿到这台服务器后啊，我们要去访问到宝塔面板，让宝塔面板帮我们预装我们部署项目需要的所有的前后端的环境。那我们要先进入防火墙，这里呢新版本的服务器 Moz 已经帮我们预打开了8888端口，也就是宝塔 Linux 面板的默认端口。那如果发现这个端口没有打开的话，你需要自己添加规则来放通8888这个端口。端口放开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应用管理。首先我们需要复制这一行命令，并且登录服务器来执行这行命令。登录。好，执行这行命令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得到宝塔面板的初始访问账号和密码。我们就打开外网面板地址，复制账号密码，然后我们来登录宝塔 Linux 面板。登录。首次进入宝塔时呢，它会提示我们安装环境，那这里我们就选择它推荐的 LNMP 这一套依赖环境，一键安装。等它安装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进入面板设置，来把这个默认的账号名和密码修改掉。然后稍等片刻，等它安装完，我们的服务器就算初始化完成了。那接下来第2步，在我们正式操作前后端部署前啊，我们要先进行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要部署哪些项目和服务，需要哪些依赖，要占用哪些端口号等等。那刚刚也说过了，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代码是完全开源的。那这个项目分为了3个目录，一个是前端，一个是后端，一个是用领域驱动设计重构过后的后端代码。建议新手朋友还是学习和部署我们的 backend 的目录，它使用了传统的分层架构。那有一定经验的同学呢，就可以学习部署我们的 DDD 目录了，它使用了 DDD 领域驱动设计。但是啊，无论是哪种架构，它的部署方式其实都是一致的。其实之前我已经给大家讲过很多种不同的项目部署上线的方法了。那这个项目为了提高效率呢，我们的前端后端都使用宝塔面板进行部署，也很方便的来管理我们的各种服务和服务器。那涉及到具体的部署方式呢，我们前端使用的是 Will 项目，就遵循 Will 的项目的部署方式，基于 NGX 外部服务器来运行。后端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宝塔面板的 Java 项目管理器来运行架包。大家如果要学习其他的部署方式，比如说基于 Docker 啊、云平台等等，那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分享过的视频教程。接下来我们规划一下项目的地址啊，其实就前端后端嘛。那我们前端的访问地址一般来说是不需要用户加端口号的，所以直接就是 HTTP 加一个域名，我们通过 NGX 指定到我们的前端静态文件目录，就可以提供网站访问能力了。那后端的话呢，我们也是使用 NGX 转发，也不要求用户访问的时候在域名后要加端口号。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如果前端和后端的域名或者端口号有任何一个不一致，在访问的时候就会出现跨域问题。所以我们的后端接口用 NGX 进行转发，前端只需要访问相同的网址，加上一个-API 路径， NGX 就会自动的把80端口的请求转发到我们实际运行的后端项目8123端口。那这里的 JDK 建议大家选择17版本，因为我们的项目用到了 Caffeine 的一个比较新的版本的库， JDK 要求必须大于等于11。那整理下来，我们就需要有3个依赖。NGX 它默认是在服务器80端口启动，宝塔 Linux 面板已经帮我们安装了，还有数据库在服务器3306端口启动，默认也已经安装了。还有我们的 Redis 用作缓存和登录态的存储，它需要在6379端口启动，需要我们手动安装。那做好这些规划后啊，我们就要进入到云服务器的防火墙配置面板，来开通我们的数据库和 Redis 的端口，添加这些规则。完成了部署规划后，接下来我们在正式部署前后端项目前，还需要先安装一些依赖。首先是数据库，那我们的宝塔面板已经自动帮我们安装了数据库，我们只需要去创建数据库就可以了。首先为后端项目添加一个数据库，数据库名称和我们项目需要的数据库配置保持一致就好了。那用户名和密码把它改成自己的，记得不要用 root 和12345作为默认密码。
然后我们访问权限选择所有人，这样等会儿我们自己的电脑才能连接上数据库进行测试和数据管理。好，创建，添加成功。添加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后端的项目。我们利用 IDEA 编辑器自带的数据库管理功能，我们来新建一个 MyCircle 远程数据库的连接。这个 host 就是我们服务器的 IP， 填写一下，然后输入刚才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好，然后测试连接，连接成功就可以确认 OK， 我们就能够看到创建出来的默认的数据库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初始化数据库表，那我在项目中也很贴心的为大家提供了初始化数据库表的 Circle 文件，大家可以直接全选，然后执行，选择刚刚创建的远程数据库连接。好，那我们这个项目用到的表就已经全部创建完成了。下面我们来安装 Redis， 首先进入软件商店，我们来搜索 Redis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中间件，安装。安装的话就选新版本的就行了，立即安装。好，稍等片刻，它就会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后呢，我们需要配置一下 Redis， 点击设置，找到性能调整。首先我们要修改绑定的 IP 地址，把它改成 0.0.0.0， 表示外网也可以访问。然后，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Redis 就不再安全了，所以我们要填写一个密码。我这里为了方便写12345大家不要学我。保存之后记得要重载一下配置才能生效。好 ，Redis 安装配置完成后，我们依然可以进到后端的 IDEA 开发工具，利用自带的数据库管理器来连接一个远程的 Redis。Host 依然是我们服务器的 IP，用户名不用填，密码就填我刚刚写的12345，然后测试连接，连接成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数据库和 Redis 安装完成后呢，我们要部署的是 Java 项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来安装一下 JDK 的环境。我们进入到网站 Java 项目中，选择 Java 环境管理。然后呢，这里我们可以安装多个不同的 JDK 版本，建议大家把 JDK 8、11、17都安装上。那我这里的话就以17为例，我就安装 JDK 17。真的可以说是傻瓜式操作了。好 ，JDK 安装成功了。最后呢，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依赖了 COS 对象存储来存储图片文件，依赖了阿里云百链 AI 来实现我们的 AI 扩图、AI 绘画功能。那大家可以去对应的官网开通就好了。那如果不会开通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分享过的教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那就是我们的项目中涉及到访问对象存储上的图片，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给对象存储的跨域访问配置增加当前这个服务器的 IP， 才能让我们部署之后的网站也能够成功访问到图片。这一步非常关键，一定不要忘掉，否则图片是加载不出来的。好，安装完依赖后呢，我们就可以依次进行后端项目和前端项目的部署了。我们先来部署后端，首先要修改我们后端的配置，我们可以新增一个生产环境的配置文件。好，大家重点要修改哪些配置呢？首先是数据库，还有 Redis， 把账号、密码、地址改成我们实际自己修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生产环境下需要把 MyBetis Plus 打印出来的 Circle 日志给它关掉，要不然可能会影响性能。还有就是我们的接口文档，一旦部署到外网，就不能轻易的让别人访问了，不然你后端的所有的接口全都直接暴露了。所以我们要给接口文档去设置用户名和密码。此外呢，这个对象存储配置，还有我们阿里云百链 AI 的配置，它需要一个密钥。那这些配置呢，就需要大家自己去对应的官网的控制台来获取了。注意，如果你要将项目开源的话，这个生产环境的配置文件一定不要提交到 Git 中。所以呢，建议大家在新建这个文件前，还是先在 Git internal 配置文件中去添加上忽略这个文件的提交，然后我们再新建出这个文件，这样会更安全一些。改完配置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打包部署了。但是在打包部署前呢，我们还要对 pom.xml 依赖管理文件做一个小小的改动。那这个文件是我们利用编辑器、利用网上的模板自动生成的嘛，所以说它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是它默认忽略了主类的打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scape 这行配置给它干掉，非常关键。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Maven 模块，可以先把这个测试给它忽略掉，让它打包前不用再执行一遍打印测试会更快一些。然后我们进到 Left Circle 里去执行 package 打包命令，稍等片刻。OK， 打包成功后，我们就可以在 Target 目录下看到新得到的架包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架包上传到服务器上。我们进入文件管理，然后为了方便我们就把后端架包上传到根目录中，可以直接拖拽上去。好，等它上传成功，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启动这个架包了。我们进入网站，点击 Java 项目，点击添加 Java 项目，选择架包的路径。好，选择刚上传的架包，项目名称的话稍微短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呢，这里项目启动命令，咱们是可以自己改点东西的。假如说你的服务器内存很大，可以把 JVM 的内存参数给它调得大一点。那像我这里就2和2 G 嘛，所以这个默认参数我就不改了。但是别忘了，我们在启动项目时应该选择生产环境的配置，所以要加上 spray profiles.active 等于 prod 这行配置。再往下，这些其实都不需要修改了，我们直接点击确定。忽略这个校验它没有识别到而已。继续创建。
然后稍等片刻，等它启动，或者我们点一下刷新，就能够看到这个端口号它显示出来了，项目的状态是运行中，那我们的项目就算是部署成功了。我们还可以点开日志管理来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启动成功的日志。那如果说项目没有启动起来啊，你也一定要去利用这个日志来排查信息。好，现在项目既然启动起来了，那我们就试着访问一下后端的接口文档呗。好，那我输入接口文档的地址。结果你会发现无法正常访问啊，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云服务器的防火墙并没有放通8123端口，但是我们也不用放开，因为按照我们的部署规划中，我们需要利用 nginx 来转发请求到后端。好，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到网站模块，我们点击 PHP 项目，添加一个站点。站点的域名呢，因为现在我没有域名啊，那我的域名就填写服务器的 IP 地址就可以了啊。项目的备注呢，我就新建一个 upchar， 根目录的话也可以随便写一个 upchar 就好了。然后其他的都可以不用创建，直接确定。好，那怎么实现转发呢？我们就要修改 nginx 的配置，点击配置文件，往下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随便在下面增加一些反向代理的配置，就是这段配置了。这段配置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反向代理呢？就是当我的前端访问 IP 或域名本身不加端口号的时候，默认访问的是80端口，就访问到了我们的 nginx。然后 nginx 发现呢，你要访问的域名后缀加了-API， 就会自动把你这个请求转发到当前这台服务器的8123端口，也就是我们的后端服务，从而让后端服务处理请求并返回给前端，相当于起到了一个代理人的作用。但是对于我们这个项目，光加这样一个反向代理还不够，我们的项目中用到了 WebSocket 来实现多人实时协同编辑图片的功能，所以我们还要对 WebSocket 也进行一个反向代理，我们需要添加这样一段配置。那这段配置其实大多数的代码跟前面的 HTTP 的转发是一致的，除了我们 WebSocket 需要去做一个请求的升级啊，这些都是样板代码，大家也不用记忆，直接要用的时候复制粘贴就好了。好，然后保存之后呢 nginx 它就会自动帮你重载配置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访问把端口号去掉的域名。OK， 我们就访问到了接口文档，那我们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显示出来。那我们要按 F12 网络控制台来排查一下，看一看。报错了啊，找不到这些静态的文件。那这个是由于 nginx 默认为我们指定了一些静态资源缓存的配置，所以我们要把这2段静态资源的缓存给它注释掉，然后保存。这样我们在访问接口文档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会动态的从我们的服务器去加载。好，那我们的接口文档就成功加载了，后端也算是部署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前端部署。首先不同的前端框架它对应的部署方式都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哪怕你没有看过任何的教程，包括我的教程，你也应该有能力去完成前端部署，因为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根据你项目中使用的框架去看对应的官方文档，框架的官方文档都会告诉你怎么做才能完成部署，甚至还教你怎么把项目部署到各种不同的平台。那回归到我们的项目呢，我们要做的几件事就是修改配置、打包部署，并且也要通过 nginx 提供网站访问能力。首先我们打开前端项目，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修改配置，主要修改的就是请求的地址了，因为之前我们开发时访问的是本地的后端服务，对吧？现在你要把它改成访问线上服务。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定义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2个不同的地址，然后我们再去启动或者部署项目时选择不同的地址就好了。当然如果你不想来回改代码的话，也可以基于 Node.js 提供的环境变量，根据环境变量来判断我们的环境，从而选择不同的地址。除了修改 HTTP 请求的配置文件外呢，我们这个项目还用到了 WebSocket， 所以我们还要找到 WebSocket 的连接，要把 WebSocket 连接的地址也要修改为根据环境进行区分。修改完成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打包部署了。但是呢，虽然我们使用脚手架生成的 package.json 文件已经默认为我们内置了一个 build 的打包命令，但是呢，这个打包命令它会执行我们的静态类型检查。那大家在开发项目过程中呢，难免会出现一些省事儿偷懒的情况，所以这个静态类型检查呢，可能就不会通过，那打包就会自动失败。就像我现在遇到了115个错误，那大家总不能为了打包成功一个一个去改这些错误吧，那就太麻烦了。所以我建议的做法我们是自己写一个更纯净的打包命令，我们就直接使用 wait 进行打包。好，然后我们执行这个纯净的打包命令。好了，这样就可以打包成功了。如果你打包失败的话，可能是你的 Node.js 版本过低了。那我这里用的是20版本。好了，打包成功之后呢，我们得到了这个 dist 目录，大家看里面只有一个 HTML 文件，这就是我们 Will 单页面应用得到的打包结果了。我们就需要把 dist 目录下的文件都放到服务器上去。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服务器，点击文件，我们就在根目录下，我们可以先把整个 dist 目录都拖到面板中进行上传，然后我们对最外层的这个目录进行重命名，把它改成upchar frontend。好了，点进来，发现文件上传成功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进入到网站，接下来要进行一个 nginx 转发的配置。我们找到之前已经创建的站点，点击网站目录，把网站目录改为我们刚刚选择上传的前端目录。
然后点击保存。接下来我们只要访问服务器的 IP 地址，就能够成功访问到前端页面了。好，看上去好像大功告成了，但其实这里还有个小坑。我们点击创建图片或者任何一个非主页的页面，这个时候你刷新页面，就会发现报了一个404 not found。为什么会出现 not found 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才得到的打包文件中只有 index.html 这一个 HTML 页面文件。当我们访问某个网址时其实它会先到服务器上去找这个网址对应的 HTML 文件。那因为我们的 Vue 项目是单页面应用嘛，它没有对应的 HTML 文件，就会报404。所以这里我们还需要更改一下 nginx 的配置我们可以补充一个 try_files 指令，当用户要访问某个域名时，我们直接让他去找这个域名下的主页网页文件，那这个文件是存在的，接下来就交给 Vue Router 前端路由组件，根据我们的域名后缀去转发到对应的组件进行显示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前端路由嘛，所以一定要加上这样一行配置，点击保存，然后我们再刷新页面，好了，这下所有的页面就能正常的加载了。那最后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验证比如说我们首先去注册一个账号鱼皮12345678123456781，好了，然后我们来登录UP123456781，登录。为了体验到更多的功能我们可以进入到后端的数据库中，把刚才新建的这个用户的角色改为管理员，这样能够看到更多的功能。好，然后回来刷新页面，好，刷一大堆功能展示出来了。那现在我们的网站空空如也，所以我们可以先进入图片管理页面，我们通过批量创建图片功能来抓取一批数据，比如我搜2次元壁纸。好，就抓取10张，点击执行，等它抓取就好了。抓取完成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主页的公众图库中。现在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数据，然后其他用户也能够看到这些图片。点击图片后呢，还可以进行下载和分享。好，公众图库测试完成，我们来验证一下私有空间功能。首先我创建一个鱼皮的个人空间，空间级别就选择一个普通版来提交。创建完个人空间后，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图片上传。我们项目支持2种上传的方式，第一种是文件上传，我就随便传一个图片。好，上传成功。然后我们再验证第2种方式 URL 上传，可以输入一个图片地址，比如说我输入一下我们的网站 logo OK 提交。现在进入我的空间就能够看到上传的图片了，而且我们提供了多维度搜索和批量编辑的功能便于用户可以管理自己的个人空间，打造自己的个人相册。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颜色搜索，这里我们只有2张图，我们先点着白色，白色的图片就被排到前面了，再点一个蓝色，蓝色图片就被排到前面了。我们还有以图搜图什么日期时间分类搜索，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验证。我们试着修改一下图片的标签，比如说打上一个艺术校园。好，然后我们进入空间，还可以对空间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我们有多种不同的表格，柱状图、影图、词云图，还有我们的折线图等等。我们支持按照日、周、月进行空间的上传的分析。然后呢，我们随便选择一张图片来验证一下基础图片编辑和 AI 扩图功能。那这个是我们的基础图片编辑能力，我们还可以使用 AI 扩图。AI 扩图基于阿里云百链 AI 实现这个 AI 在我们国内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在我的这个项目中也是给大家选择了这个 AI， 而且它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效果还是不错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应用结果。好，私有空间的功能我们也验证完了，最后验证一下团队空间。团队空间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亮点功能相当于可以为 B 端企业提供服务，可以打造团队的相册、团队的共享的素材库等等等等。我这里创建一个鱼皮的专业团队空间级别，我是管理员，可以创建旗舰版，提交。创建完团队空间之后，我这边就新开一个浏览器来新建一个用户，我来注册一个鱼皮2，好，注册一个鱼皮2，然后登录鱼皮2 123456781 OK。然后我们到数据库中看到新建的这个用户的 ID， 我们进入到管理员账号，点击成员管理，可以通过 ID 快速添加一个用户，把他的权限改为编辑者。这样我们回到鱼皮2用户就能看到已经加入的团队了。我来给团队空间创建一个图片，好，随便传一张。我们回到另一个用户刷新，会发现也能够看到这张图片。那最后我们来验证这个项目的亮点功能，多人实时协作编辑。我们调出2个窗口，然后大家依次进入编辑图片页面。好，大家会发现能够实时的看到另外一个用户正在编辑。我们点击进入编辑。好，当一个用户进入编辑时，另一个用户他就只能够查看编辑的效果了，但是他是不能同时编辑的，可以减少冲突。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吧，对吧？然后我们这边退出编辑，另外一位用户就能够进入编辑了。我们这个智能协同云图库项目的部署上线就给大家讲完了，整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种更快部署项目后端的方法。其实这个项目它的依赖并不多，所以我就选用了现在视频中给大家讲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可以利用 Docker 加 Docker Compose 来快速部署后端依赖和后端项目本身。Docker 技术是什么呢？简单理解为我们安装操作系统时的镜像，或者安装 APP 时的安装包，我们定义好一个 Docker 的配置文件，就能快速基于配置启动服务和项目了。而 Docker Compose 呢，它可以组合编排多个 Docker 容器，能够按照顺序快速启动多个服务或者项目。那我这里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示例的 Docker Compose 配置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我定义了 MyCircle 服务的安装和启动、数据库账号和密码，还有 Redis 缓存服务、Spring Boot 应用服务，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项目的启动，以及我们要把 MyCircle 和 Redis 的数据进行一个持久化，我指定了2个持久化的命名卷。有了这个配置之后啊，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宝塔面板，它内置了一个 Docker 模块，我们把 Docker 模块安装好之后啊，它就支持我们去指定配置，来为我们自动构建镜像，为我们启动服务了。那之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 Docker 面板中去管理项目整个服务器上的容器。好了，就大概就是这里。那这就是我完全开源的项目，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欢迎点赞、收藏、3连支持。如果大家要跟着我从0到1的去学习这个项目的需求分析、设计、开发、优化，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编程导航学习网站，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编程学习交流社区，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在这里学习成长，也拿到了满意的 offer。好，谢谢大家。